之前在加拿大的时候，我们考驾照是可以选择中文笔试的。去银行办理业务也经常能够遇到说中文的员工，甚至家庭医生你都可以选中国人。去超市就更不用说了。所以在加拿大是真的可以，即使不会英文也生活得很好。但是在西班牙就不一样了。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西语零基础的我，在从加拿大搬到西班牙之后，这2年时间里都遇到了哪些不便。如果你也刚好在西班牙，而你所在的区域即使不会西语也可以生活得很自在，欢迎留言演唱我一下。那我们就先从驾照开始说吧。其实在西班牙考驾照和加拿大区别还是挺大的，这个我可以之后单独开一期具体讲一讲。那关于语言这一块呢，西班牙考笔试是可以选择英文和西语的，而英文和西语的题库又是不一样的。大家都说英文的题库好像比西语的少一些。路考呢是一定得是西语的，我的驾校给了我一个西英对照的教官的指令的表，我是需要把它背下来的。我现在的教练就是一个会讲英语的西班牙本地人，他前几节课是用英语给我授课，之后可能会改成纯西语的。其实在驾校考试报名的时候，我就遇到了一个关于语言的问题，就是我当天去的时候，我的那个窗口接待我的工作人员他不会讲英文，所以他就得等他隔壁的那个会讲英文的同事忙完了，然后再过来一句一句的帮我翻译，最后我才把这个名给报上。后来因为我第一次自己报名去也没考下来，我就报了一个驾校。因为我报的是英文的考试，我记得我在驾校的报名费里边就有一项翻译费吧，反正总之因为不会西语就会增加很多额外的费用。第二个讲一下银行卡吧。我从来这儿快2年的时间，我没有去过本地的银行，我只办过2个在线银行的银行卡，一个是 N26， 一个是 Revolut。 我不去本地银行的原因是因为我查过一些资料，有的银行是如果你不把你的工资卡存进这个银行，它反而会收你额外的管理费。我办的这2张在线的银行卡，至少你存在 saving 的账户里边还可以有一点点的利息可以拿。我不去实体银行的另外一个原因是，我听说他们可能会在你的这个协议里边给你加一些保险之类的，而我又读不懂他们的这些条款，所以我也很担心如果在现场签这个合同我会掉进什么陷阱，所以我就干脆不去实体银行。但是好像如果没有西班牙本地的实体银行的银行卡之后，如果你想要贷款买房什么的，关于信用积累方面可能还是会有一些问题吧。反正总之未来肯定还是要去的，但是我目前因为还用不到，所以我就一直没去。其实这也就是因为语言的关系嘛，所以我就一直不敢去。第3个呢，我们讲一讲关于医疗这方面。我之前的视频里面就聊过，我之前在马德里市中心生活的时候，我的家庭医生就是一个不讲英文的一个女医生，不单她不讲，前台也不讲，所以我每次要跟他们预约什么的，我都得找旁边会讲英文的其他的病人帮我去翻译。所以后来当我搬了家之后，我就在我附近的这个地方找这个诊所所有的医生的资料，我在 LinkedIn 上挨个搜他们的名字，看谁的 profile 里边写他们会讲英文，最后才定了我的家庭医生。之前通过我的家庭医生，我挂了一次公立医院的消化科，之后他们给我安排了一次胃镜检查。那次胃镜检查呢，就是我讲西语的中国朋友帮我打电话去跟他们预约的。结果后来他们还给我改了时间，还好我当时学了点西语，我听懂了他跟我讲的具体的日期和时间，所以那次也算是改成了吧。但如果我当时真的一点西语都不会讲的话，我可能只能把电话先挂了，然后之后再给他们打回去。因为我们公司给我们交了私立医院的保险，私立医院有一个 app， 我每次都是通过那个 app 去挂号。挂号的时候，如果我看到了有一个医生的名字，我也会去搜一下这个人会不会讲英文。
大部分的时候，私立医院的医生英文还是比公立的要好一些的。其实不管是公立还是私立医院，他们问询处或者是前台的人，其实有的时候都不会讲英文。去公立医院有一次我是急诊，一开始接待我的人他是会讲英文的，但是后面我在候诊室等着的时候，他们就是完全西语的播报，你就必须得能听懂他喊你的名字，让你去几号房间。所以一点西语不会，我感觉在西班牙，而且我还在马德里地区，我觉得挺难的。再讲讲关于购物吧，主要是在线购物和点外卖。我其实来了2年了，我一次外卖都没点过，就是因为我不确定送外卖的小哥能不能跟我沟通明白，所以我都不敢下单。我刚搬来我现在这个地方的时候，虽然它是拎包入住的，但是我也需要买一些其他的生活的小东西。我在线下单之后，幸好我那天在办公室，我同事在，所以快递来的时候我就让他帮我接的，告诉他具体是放在哪里。后来是因为我们前台也能够接受快递了，所以我也就放心网购了。那么聊到我的同事呢，我所在的这家公司虽然总部是在荷兰，而且是一个全球化的公司，但是本地同事的英文水平是真的不高。我们在本地的这个 office 就是一个纯西班牙本地的公司，我们甚至有的 HR 同事英文都不太好，我都没法跟他用英语沟通。不过好在我们所在的这个部门呢是人力资源共享中心嘛，所以我有很多来自北欧或者是西欧的同事。比方说有2个荷兰人，他们就是在20几岁大学毕业的时候就来了西班牙，一直在这边生活工作，所以他们工作上是 support 北欧地区，但是平时西语也非常好，所以他俩就变成了我刚来的时候主要寻求帮助的对象。他们也都非常热情，每次都特别耐心帮我去跟医院打电话，帮我去接快递的电话之类的。最近我们新来了一个挪威的同事，他是在这边读的研究生，但是他的西语水平可能比我好点有限，也是那种没法跟本地人直接交流的那种。但是我感觉可能是我在国外待时间长了，脸皮变厚了吧。我其实从来没有想过要融入这件事儿。比方说我们中午去食堂吃饭，我的同事都在我周围坐了一圈，然后他们就开始哔哩吧啦用西语聊天，我其实也听不懂，我就吃我的饭，刷我的手机，偶尔去瞟2眼电视，吃完饭之后就跟他们在一块儿回去工作。我其实完全不介意我参与不到他们的讨论当中，因为本身这个对我工作也没有什么直接的影响。后来随着我西语一点点学的多了一些，我能够大概听懂他们在讲什么吧，但是也不是很愿意参与。他们也不会强迫我跟他们聊天，偶尔有几个对我感兴趣的可能会用英文跟我聊天，或者像现在他们会测试一下我的西语学到什么程度了，会用简单的问题跟我聊一聊。但是整体来说，我还是没法跟纯讲西班牙语的人交流的。我们组的人是可以完全100% remote 在家办公的，所以来公司的人很少。我是因为住的离公司非常近，而公司的食堂又几乎是免费的，所以我就天天去食堂。所以很多时候我都是一个人去食堂吃饭，自己坐在那儿吃完了之后就回来。但是我新来的这个挪威的同事他就不行，他是必须得找人陪。就是我在这边发现有很多我们认为的那些独立的女性，独立的欧洲女性，她们反而做什么事情是需要有人陪的。比方说他们都得确认我今天来办公室他们才来，如果我今天不来办公室他们也不来了。所以就这一点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。我们真的没有必要对这个世界上的其他国家的人下什么定义，有什么刻板印象，因为你后来会发现其实大家都一样，只是
概率多少而已。说回我这个公司吧，因为我们公司大部分的人还是讲西语，英语不太好，所以平时公司里边的沟通邮件也都是西语的。他们每次发的邮件我都需要点 Translate to English 才能明白他们在发什么。不过幸好我的工作内容我是 support global 的嘛，所以我不用西语作为我的工作语言，所以它不影响我自己本身的工作。但是我相信，如果你希望在西班牙本地找工作的话，西语还是一定要会的，只是会英文可能不太够。我在前年去北欧旅行的时候摔了一个屁股墩儿，把我的尾椎骨摔骨折了。我去医院看的过程其实倒还行，因为是用手机 app 做预约，去的是私立的医院，所以医生也都讲英文。但是我在后期恢复的时候，我其实是想找一个普拉提的教练去练一下的，但是我就一直没有鼓起这个勇气。因为我之前其实在马德里市中心住的时候，我有参与过几个月的瑜伽的课。我当时的瑜伽老师他是每节课能有4到6个学员吧，我们其他人都是西班牙本地人，但是这个老师非常好，他为了照顾我，他每次说指令的时候都会西语和英语各说一遍。但是即使是这样，有的时候他讲的英文我也不是完全能听懂，他也并不是每一句都翻译成英文，所以有的时候我也就是听个大概，因为之前自己也练过一些嘛，所以知道大概的动作会是怎么样，但其实还是不如会西语能够理解的更彻底吧。所以我在这次找普拉提的时候，我也是看到我们家附近是有一些普拉提的工作室，但是上面也都没有写英文，所以我也一直没有敢去问。所以这就是不会西语给我带来的不便吧。但是我的本地同事跟我说，如果你跟他们说你正在学西语，其实他们会很愿意帮助你的。西班牙人还是很热情的。比方说我之前提到的我在 dating app 上遇到的相亲对象，他们在跟我第一次见面的时候，如果我能够主动讲西语，他们都会愿意来帮助我，给我纠正发音，告诉我该怎么说之类的。不过也就是因为西语不好吧，所以在刷到一些人的时候，我看他的 profile 里边没有提到他会讲英语，这样的人我就会把他们都 pass 掉。好了，这就是不会西语的我在西班牙生活这2年遇到的一些困难。我觉得我今天讲到的每一个点好像都值得单独展开聊一聊。如果你想听哪一部分的具体的内容，可以留言告诉我哦。如果你也觉得人生不管在什么阶段都可以重新开始，也许你会对我35岁才去加拿大留学，40岁又搬到西班牙工作和生活的经历感兴趣。之后我会分享更多我的真实故事和人生感悟。我们下期再见喽。